马斯克最近一直在风口浪尖上，从来不缺少新闻的他呢，最近又因为绯闻上了头条。但这期的《华尔街周报》呢，安琪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最生猛、最顶级的骂战，以及特斯拉公司现金流的问题。还有我们曾经做过一期专题说马斯克要收购推特，不是吗？他又说我不要收购了。那马斯克和推特之间的最可能的8大结局分别是什么？今天安琪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可算是开眼了，看到美国最顶级、最生猛的骂战，对骂的绝对是美国乃至世界的顶级2名超重量级选手，美利坚合众国的第1号人物，骂遍天下无敌手的特朗普，而另一位选手呢是美利坚合众国第1号富翁，也是世界第1富翁的马斯克。当特朗普撞上马斯克，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那是冲天的熊熊大火啊！最近呢，至少有3、4个回合。第一个回合，特朗普揭短。说在日前的阿拉斯加演讲中，对着下面一众欢呼的支持者，特朗普提到马斯克，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知道，马斯克前几天说，我从来没有投票给共和党。我说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以前告诉我他投票给了我，所以他是另一个扯淡的艺术家。”因为不久前马斯克确实说过，以前他都投民主党，但现在民主党已经成了分裂和仇恨的代言人，所以他不能再支持他们了，未来要投票给共和党。特朗普是共和党，马斯克要投共和党，这不挺好的事吗？关键是特朗普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按照他的说法说，马斯克是瞎扯，他以前就告诉我投票给我，怎么能说从没投过共和党呢？然后就是特朗普式的讲话方式了。所以马斯克，你就是 another bullshit artist。懂英文的可以感受一下原文的味道，尤其是第2个 B 开头单词的味道，可比中文翻译重口味多了。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好歹马斯克现在也是世界首富，特朗普这样不留情面，你让马斯克脸往哪里搁呀？所以第2回合，马斯克就发飙了。看一下时间，特朗普揭短应该是7月9日，马斯克发飙是7月12日。应该是马斯克忍了好几天吧，但估计越忍越难受，那就发飙吧。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恨这个人，就是特朗普，但现在是特朗普挂起帽子驶向日落的时候了。”什么意思？特朗普，我不恨你，但你已经老了，该金盆洗手了。随后，马斯克也加了一句说：“民主党应该停止政治攻击，不要弄得特朗普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再当上总统。”这句话真是杀人诛心啊！他很多人没听懂，马斯克随后又解释了一下，说如果特朗普参选并获胜，等到任期结束就82岁了，这个年纪管什么都太老了，更何况是领导美国。什么意思？一句话，特朗普你太老了，赶紧回家去吧，别再丢人现眼折腾了。民主党你们太没本事，给了特朗普唯一生存的机会。但是要知道，特朗普最恨的就是别人说他年纪大，说他已经不行了。马斯克，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所以第3回合，特朗普痛骂，绝对的痛骂，感觉是旱地拔葱似的跳起来不住口的痛骂。在特朗普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呢，特朗普写了长长的一段话，说马斯克曾经来白宫请求我帮助他那些靠补贴维持的项目，无论是开不远的电动汽车，还是频发车祸的无人驾驶汽车，或者是没有去处的火箭飞船。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呢，马斯克将一文不值。他当时告诉我，他是特朗普的忠实粉丝和一名共和党人。如果我当时说跪下来向我祈求吧，他就会这样做的。够狠吧？将世界首富骂了个体无完肤。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什么特斯拉根本就开不远，什么无人驾驶，车祸一连串，什么火箭飞船都飞得找不到了。这可不是我说的，这都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的。更觉得特朗普还描绘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场景。如果当时他要求马斯克下跪祈求，马斯克肯定也会这么做。而且特朗普还很用心地贴了一张照片哦，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坐在老板椅上，马斯克就站在旁边，满脸堆笑。感觉发泄完情绪后，特朗普还是意犹未尽，继续喊话马斯克说管好自己的事情。因为用特朗普的话说，眼下马斯克可能要掏出440亿美元买下恐怕不值这么多钱的推特了。而且在电动车赛道还有许许多多的竞争者在抢饭碗。马斯克，你自己麻烦一大堆，别再来惹我了。第4个回合，马斯克嘲笑，感觉马斯克也有些意外，没想到特朗普肝火这么旺。但骂人方面，马斯克什么时候输给过人，那就骂回去。这次倒也简单，一个单词，一张动图。动图是辛普森一家中老头对天狂笑的表情包，单词是那么，什么意思？很粗俗。特朗普笑得我屁滚尿流。那么的意思就是 laughing my ass off 的意思。
怎么样，够生猛，够顶级吧？很多人可能有一个疑问，特朗普和马斯克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确实挺好，反正比特朗普和拜登的关系强。你看以前照片，两人见面都是笑容满面，而且马斯克能有今天，特朗普执政时期确实很关键啊。不久前，马斯克要买推特，也暗示一旦买下来就帮特朗普恢复账号。朋友们想要复习一下，可以去点开我的另外一期，有聊过这个事儿。记得特朗普当时还公开表示过感谢，他还以过来人的姿态多次劝马斯克说：“你别犯傻，推特不值那么多钱，买了会吃亏。”哪知道一个美国前总统，一个世界首富，突然间就这样闹翻了。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坏就坏在两个人两张嘴上，都是满嘴跑火车的嘴，都是只能自己赚便宜，绝对不能吃亏的嘴。马斯克也真是，你现在基本是共和党的人了，那何必显得清高，说自己以前没投共和党的票呢？你这不是打脸特朗普吗？你要知道，特朗普就很受不得这一点，就是他可以骗你，你怎么能骗他呢？特朗普你也真是的，马斯克也就是过嘴瘾，你倒好，当面狠狠打脸，还说他是 another bullshit artist。现在的马斯克已经不是当年的马斯克了，现在是世界首富，他能不发飙吗？然后就陷入恶性循环中，各种丑话脏话都招呼上了。这两个人无疑是美国精英中的精英啊，但美国精英中的精英一骂起来，原来都是这个丑样子，也让我们真是开眼了。当然，我看到有美国人这样分析，特朗普以前是推特之王，虽然现在已经是一别两宽，但看到马斯克现在调戏推特，特朗普难免有些失落，就像一个充满嫉妒的前任一样。不得不说，还是蛮形象的。看看我们这张网络合成图，肯定没发生过，但还是很形象，是不是 What？ 接下来会怎样呢？就此罢休，不是特朗普的个性，更不是马斯克的作风。如果结果只有一个，更狠的话还没说出来呢，更精彩的大戏还在后面。我看到有美国人也给马斯克献计说：“你是世界首富，反正有钱，要不直接买下借钱给特朗普的银行，然后立马收回贷款。如果特朗普不还，那就冻结拍卖特朗普的资产。”果然一个比一个狠。哎，这就是美国的世道。过去花前月下，一口一个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都叫人家牛夫人了。哦，现在牛夫人都不是了，而是一脚蹬开就开干了。在今年5月31日访谈中，马斯克将特斯拉柏林和奥斯汀工厂比喻成巨大的金钱炉，说他们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是金钱在燃烧的声音。采访中，马斯克坦言，由于供应链中断和电池制造挑战了特斯拉的增产能力，在美国德州和德国柏林的新汽车工厂已经损失了数十亿美元。What？ 不仅如此呢，他还惊人地表示非常担心破产。是的，你没有听错。对于工厂烧钱这一点，很多人都认同。毕竟造车本来就是个超级烧钱的游戏。雪上加霜的是，去年以来全球范围的通货飙升以及供应链短缺，给车企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即使特斯拉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季度的利润，资金现状有所好转。截止第一季度，特斯拉坐拥了约175亿美元的现金啊。但他们似乎也吃不消了。然而，近日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特斯拉烧钱的原因是它特别能挥霍。有一位网友在推特上表示：“我研究了特斯拉在2020年筹集的120亿美元现金，想知道他们烧钱的原因。我发现了，他们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恢复现金，挥霍是特斯拉的一项运动。”首先呢，马斯克是一位特别昂贵的 CEO。特斯拉2021年的财报显示，销售和管理费用呢同比增长了13.7亿美元，增幅44%。特斯拉表示说，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员工人数增加，导致雇佣和劳动力相关费用增加了5.68亿美元，以及由于过去1年公司平均股价上涨，因此呢增加了公司税。同时，由于 CEO 行使绩效奖励期权，因此公司税呢增加了3.4亿美元。还因2018年 CEO 业绩奖产生了一笔7200万美元的股票薪酬支出。造车工厂烧钱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他们到底烧出了什么呢？德州工厂乏善可陈，柏林工厂简直就是噩梦，而 Fremont 工厂的诉讼也是层出不穷啊。同时还有图表显示，2021年特斯拉经营活动提供的现金流从2020年的59亿美元增加到115亿美元，增加了55.5亿美元呢。特斯拉表示，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上海超级工厂和 Fremont 工厂的产量增加。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流出呢，从2020年的31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64亿美元，主要是用于德州和柏林超级工厂的建设，以及上海和 Fremont 工厂的扩建。
同时他们还大量购买了数字资产，其中大约为15亿美元。What？ 最有意思的是特斯拉2019年到2021年的净利润增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他们似乎无法存下任何钱，不管他们筹集了多少钱，他们都将花得更多。新车型在哪里呢？对现有车型的升级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要解雇10%的员工？为什么要说出破产和炉子这样的话？说明特斯拉是由一个不合格的人在经营，他的判断力很差。他们应该有充足的现金，但他们没有。是的，这么能挣却这么能会花，使得我们的股民和大众们不由得为特斯拉捏了一把汗。刚刚我们也聊了特斯拉烧钱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想聊聊马斯克呢和推特公司的8种结局。关于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过程，那也是一波8折。曾经有一期专门讲过，欢迎点开我的频道关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现在推特买还是不买？8种可能的结局究竟是什么？首先，最可能的结局是双方的诉讼大战呢，可能最终还是以和解而告终。目前的诉讼大战只是为最终和解金额而战。全球首富马斯克与社交巨头推特的世纪分手，正逐步演变为一场世纪诉讼大战。此前，马斯克单方面宣布终止并购推特，理由是推特严重违反了协议中的多条款项。而推特董事呢 ，Taylor 回击称要起诉马斯克，以迫使他完成这宗价值44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诉讼大战开打之前市场对于这宗交易的走向纷纷做出猜测。但鉴于马斯克的善变，很难预测其最终的结局，所以目前给大家整理的只是可能出现的多种结局。首先，和平分手，马斯克支付10亿美元分手费。从理论上来说，无打官司对于马斯克还是推特而言都是最简单的分手方式。马斯克按照此前双方的并购协议支付10亿美元的合同终止费，而推特则继续运营。但问题是，如果推特让马斯克拍拍屁股走人，可能会进一步拖累推特的股价。推特股价已经从去年1年高点73美元降到了周一收盘的32美元，远远低于马斯克午夜提出的推特每股54.2美元的收购价格。华尔街的分析师一致认为，如果马斯克的收购要约落空，推特股价可能会继续下挫，甚至跌破30美元。因此，推特绝不会善罢甘休。Taylor 的强硬回应也表明推特无意这么做。据媒体报道，推特已经聘请了美国顶级律师所 Walsh Hill、Lipton、Rose and Case LLP， 准备在本周早些时间对马斯克提起诉讼。第二种，推特胜诉，马斯克被迫完成并购交易，这种结局出现的概率依然不大。根据法律专家的分析，即使推特胜诉，也很难强迫马斯克履行之前的收购合同了。虽然曾有少数案例表明，买家会被迫行使特定履行条款，推进购买交易。这种特定履行是普通法系国家中的平衡下的一种补偿措施，它允许法院强制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但是这个概念还从未经历过如此大额交易的考验。当然，如果推特胜诉并强迫马斯克履行并购交易，这对于推特投资者而言是最好的结果。但对于饱受马斯克批评的推特本身和其员工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但如果马斯克真的不想再拥有推特，强迫他收购推特可能会引发另一场出售，届时推特将迎来领导层和普通员工的大欢喜。推特胜诉也是一种可能，马斯克赔偿损失费，法官很有可能选择让马斯克赔偿损失，而不是履行并购交易，尤其是考虑到马斯克有藐视政府法规的记录。法官可能会担心，如果马斯克不想收购推特，他可能会让所有权过渡变得非常困难，从而造成严重的额外损失，因此会裁定马斯克赔偿损失费。但是也有一种可能，马斯克同意与推特和解，分手费不止1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马斯克除了要付给推特协议中规定的10亿美元，甚至会额外支付更多。多数分析预计双方的诉讼大战可能最终还是以和解而告终，而目前只是为金额而战。但这只会在特定情况下触发，包括马斯克的债务融资失败，或者监管机构试图阻止这笔交易。该协议把推特可以起诉的损害赔偿金限制在10亿美元。如果马斯克同意和解，可能会涉及超过10亿美元的款项支付。当然，马斯克也可能胜诉，避免支付分手费。如果马斯克能证明推特提供了虚假信息，并且对公司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他就可以在避免支付分手费的同时结束交易。目前马斯克最重要的分手理由是，推特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垃圾邮件占所有账户的5%及以下。马斯克和他的律师在文件中写道，所有迹象都表明推特披露的几项有可能是虚假，要么有严重的误导性。但很少人会真的相信马斯克是因为垃圾邮件的问题而放弃收购推特的，反而是趁机压榨的理由比较更加的合理。
毕竟上半年推特股价暴跌，令这宗440亿美元的交易看起来更加昂贵了。还有一种可能，马斯克回心转意，同意以原定价格收购推特。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呢，收购推特案几经反转，皆是因为马斯克的善变。比如，他最初同意加入推特董事会，后来又宣布不加入；他暂时搁置了与推特的交易，并修改了交易融资方案。现在他又表示不再想收购推特了。鉴于他的善变，我们很难排除他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如果马斯克真的想收购推特，并能从推特那里获得令人满意的垃圾邮件的账户的数据呢，可能会同意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还有一种可能是会继续交易。很多人认为马斯克将终止交易作为一种逼迫，逼推特降价，是一种谈判策略。如果策略成功的话，马斯克和推特可能同意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进行交易。有分析称，在这种情况下呢，马斯克可能额外支付给推特一笔费用，并确保自己不会再次反悔了。当然，我们也希望还有一种是白衣骑士买下推特。虽然这种情况是所有选项中最不可能的，但也不能排除白衣骑士可能会趁机而入，以每股54.2美元以下的价格收购推特。对于推特而言，这笔交易可能比与马斯克打官司更划得来。不过，如果推特败诉或接受和解的话呢，白衣骑士收购推特的情况似乎更有可能发生在诉讼之后。那样的话，马斯克就会出局了。据媒体称，目前还没有已知的买家对收购推特感兴趣。马斯克真的是让我们天天都在对他进行关注和担心呢。他已经上头条了，现金还花这么多，买个 Twitter 还有这种8、9种可能性，也难免要我们牵肠挂肚了。不过没关系，安琪帮你收集资料，华尔街周报帮你来关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